这是我们频道的第一个视频。频道宗旨做技术交流、知识分享，从基础结构以及软件结构两个方面做成本控制、质量评估以及标准定义。怎样具备架构设计能力呢？首先，你要有好的学习能力，要不断的做知识迭代更新。其次呢，你要具备基础结构设计的能力，从操作系统、数据库以及其他中介件做性能评估，从资源占用的角度上做性能评估，根据其必要性对其进行扩容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用性、可靠性以及可扩展性。再者呢，你要具备软件结构设计的能力，对接产品需求，做需求确认，做功能分解，做上下文定义、聚合定义以及最终定义上下文，对功能实现的接口做序列化、选择、迭代。软件结构这一块呢，对于技术选型、框架选择、搭建这一块也很重要。这一块呢，会衔接到基础结构这一块，这是一个综合性的能力，不是一个单一的一方面，然后就能一蹴而就的。谈到学习呢，我认为学习呢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，它是一个持久永恒的养成的一个良好的习惯。首先呢，你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人，优点缺点是什么，然后根据自己的优点缺点设定自己的实现目标。最后呢，就是我们要终生要以实现自己的目标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。软件结构这一块呢，我分了5个等级。基础级呢，就是在软件环境中，就是不同这种组件的这种整合。有些人长期在此就是做代码拼接、短平快，他们没有去做进阶的这种知识储备，也没有那个动力去做这种知识学习、沉淀、去积累这种需求。从知识潜意识里边没有那个需求，感觉像进阶1级呢，就根据产品设计做程序结构设计，就核心域、子域、上下文边界以及上下文的映射，实体、子对象、服务，还有事件存储库应用 application 等等，这些都需要去明确定义。所以呢，产品呢要知道什么是事件风暴，程序要知道什么是域驱动设计 DDD。事件风暴呢，产品呢必须要有详细的这种切切实实的东西，不要仅是讲个故事，然后所以说要按流程标准去做，然后后边开发人员呢可以明确知道产品要实现产品做什么，实现产品的提出的哪些功能要实现，就说切切实实知道产品要做的产品是什么。这样呢，开发人员不用去猜，然后去做这种不确定性的这种东西，这种需求。
研究预驱动设计呢，它需要不断的去悟，然后不断的去提升，不断的去升华。当你理解的更深入，然后才能去写出高质量的代码，不断的写出高质量的代码。进阶2级呢，就是根据结构设计的不同域或者是功能实体，然后选择什么样的设计模式，什么样的数据结构，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选用什么样的设计模式，什么样的数据结构。进阶3级呢，就是根据设计方案进行建模，然后产品设计的建模，程序设计的建模，这些都是就说让某些需求还有实现了有依据性的，然后去实现它。进阶最高级呢，就是小公司呢凭构建、内容整合、优化，以提升产品这种质量价值。大公司呢，就是凭对业务程度的理解，逆向工程，找老大去交流，奠定自己的地位。基础结构呢，主要涉及2个方面，就是支持软件跟系统软件2个部分。目的呢，就是最大限度的减少服务的影响以及停机的时间，追求的就是高可用性、高可靠性、高扩展性。讲的白话一点呢，就是高可用性就是消除单点，避免其中一个节点失效，然后还能够将任务传递给其他节点去运行。高可靠性呢，就是评估风险，对软件占用资源进行合理的这种管理，就是保障工作负载在合理时间内能够完成。可扩展性呢，就是根据资源管理的这种必要性，对其进行扩容，提高并发以及吞吐能力。对于计算公式以及示例呢，请关注本频道，后续视频中会给大家分享。讲个题外话呢，就是基础结构呢必会的东西呢，就是系统参数这种优化，应用程序参数的优化，以及基于应用这种评估资源占用这种情况，做成本的内需跟外需的优化。软件结构呢，你要根据产品需求做程序设计，就是不仅仅只是抄代码，有代码参考当然会更好，但要讲清楚、理解清楚代码是怎么设计的。如果你的团队遇到团队的技术总监、技术经理，他们自己都不会做程序设计，一味的在行业中招个人抄代码，那么项目也没有什么可做的，1年轰2年慌3年就废了，甚至连工资都发不出来。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，不要做着技术管理却一味的干那个产品的活儿。那么程序设计等着程序员去抄代码吗？中国呢，没有创新能力的诟病是没有很好的去履行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儿。结束语呢，开通这个频道呢，目的呢就是为了寻找一些有共同爱好、兴趣、一些志同道合的人。如果你对本频道感兴趣，请订阅、关注，支持一下本频道，谢谢。